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海啸，恐怖威力相当于3万颗原子弹爆发。短短数秒之内，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原有的平静，10几个国家在短时间内接连沦陷，度假天堂沦为人间地狱，总共夺走了超过27万人的性命。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南亚大海啸，也称为印度洋大海啸。今天我们将通过几个幸存者的描述，回到末日般的灾难现场，揭开南亚大海啸的神秘面纱，看看为什么这场海啸的威力如此巨大，并且看看海啸来临前都有哪些奇异的先兆。在此之前，请点击关注、收藏我们的频道。接下来我们一起一探究竟。2004年12月26号早上7点57分，当时天气晴朗无云。前一天人们刚过完美好的圣诞节，第二天清晨，人们正在各个旅游度假胜地的海滩游玩，享受着那里温暖的阳光和蔚蓝的海水，都沉浸在欢乐的假期氛围中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时他们脚下平静的大海深处正在酝酿着巨大的灾难。在苏门答腊群岛的罗克纳村，年轻妈妈伊布努正在院子里晾衣服，她的孩子正在屋内吃着早餐，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。7点59分，突然间，大地震动，天昏地暗。这场魔鬼级别的大地震，震级惊人的达到了9级以上，在人类地震史上可以排进前3。虽然地震的震中位于深海，但罗克内村是离震中最近的海岸，震感非常强烈。剧烈的震动让岛上的一切都晃动起来。紧接着，房屋纷纷倾斜倒塌，人们惊慌地逃到开阔地区，趴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。平常的地震不会超过1分钟，但是这场地震足足持续了8分钟之久。地震过后，当时那个海边小村落可以说是一片狼藉。8点15分，刚刚经历漫长地震的人们心情久久未能平复，人们零零星星地在收拾废墟。其中一个村民萨姆索正在高处检查房屋受损情况时，他发现远处有大片的海床反常地暴露在外。在海边长大的他，从未见过海水退去数公里远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忽然间，他看到海边的天际线有一道恐怖的水墙正在快速逼近，他疯狂大叫着，指着远处的海面。人们这时候才发现，不远处的海面已经有一道汹涌的巨浪。人们一看海啸即将到来，如惊弓之鸟，拔腿就跑。但一切为时已晚，巨大的海浪还没等他们跑出去几步，就一下子就被汹涌的海浪吞没。这道惊人的巨浪急速冲过了苏门答腊海岸线，但这还仅仅只是开始，还没等人们从第一波海啸里反应过来，紧接着第二波巨浪随即而来。这次的海浪比之前更高，跟山一样高大。当巨浪落下时，人们瞬间就被淹没了，强大的水流不断地冲击着他们。伊布努一手抓着树干，一手抓着他的孩子，两个人就像是2片被急流冲刷的树叶，一波接着一波的强劲海浪正在无情地吞噬着他们。最终，伊布努的体力耗尽，在洪流的翻滚中，他失去了他孩子的踪迹，而这个海边村庄也深深地卷入到汹涌的漩涡之中。萨姆索事后回忆说，第1道浪大约有10米，第2道浪更高，已经盖过了树梢，第3道几乎像一座大山，大约30米。当时萨姆索爬上山头的大树上，死死地抓住，但恐怖的是，强劲的巨浪差点让他丧命。由于当时的印度洋没有海啸预警系统，所以海啸来临之时，人们反应过来，想要逃跑已经为时已晚。与此同时，13公里外的班达亚市，刚刚长达8分钟的强震，已经让大批建筑顷刻间变成了废墟。当时人们还深陷在大地震的恐慌之中，然而他们对于海边村庄已经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。突然间，街上像是渗水似的，洪水从4面8方涌出来，席卷了整个街道。刚开始人们先是看到被缓慢推动着的沙土，后来杂物越来越多，甚至是汽车、房屋、钢板等。一般情况下，先登陆海岸线的第1波海啸，因为和地面摩擦，所以行进缓慢，而后来的海啸是在第1波海啸上行进的，所以速度要比第1波海啸快很多。这时候水流也开始加快，人们一边四处躲避，一边回头张望。湍急的水流速度这时候时速将近40公里，已经比人奔跑的速度还要快。数万的市民此时再想逃跑已经没有任何机会。
洪水裹挟着大量的杂物，以雷霆万钧之势涌入街道，疯狂席卷着眼前的一切。逃到高处的人们得以幸免，但低处的人几乎是瞬间就被海水淹没。而这时水中的杂物已经变成了致命的武器，即便不被淹死，也大多被各种杂物戳伤。此刻疯狂的海啸波还在继续扩散，一路向东疾驰，来到了泰国被誉为度假天堂的皮皮岛。当时摩尔一家刚旅行结束，正准备离开度假村时，摩尔不经意间看到他们屋外的游泳池满是浑水。起先摩尔还以为只是小小的海浪，但马上他就意识到他错了，因为远处正有一个30多米高的巨浪正怒气冲冲地冲向沙滩。喜爱冲浪的摩尔马上就意识到了大难临头，他马上呼喊家人逃离，但是滔天巨浪还是无情地冲向了他们。30多米高的巨浪如一张惊天巨网一般，瞬间包裹了整个海边度假村。最终，恐怖的海啸摧毁了曾经美丽的度假村，天堂沦为了地狱。据统计，这里有5000多人葬身在了海啸之中。这时候，狂暴无情的海啸继续以900公里的时速横跨了整个印度洋，来到了2000公里外的斯里兰卡。英国斯凯尔一家正在海滩上准备为女儿庆祝生日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他的妻子奇怪地发现自己脚下有海水漫上来，一脸不解的他望向了海面。突然他发现刚刚还平静的海面上，此时正有高墙般的巨浪朝着他们奔驰而来。他朝着屋内的女儿大声喊叫，但为时已晚，好几吨的海水此时已经到了他眼前，海浪直接冲进了目录。他们的女儿被海水逼到狭窄角落里，惊慌失措，大口地喘气着。但不幸的是，海水挤压了他最后的呼吸空间，最终他消失在了汹涌的海水中。恐怖的海啸张开了血盆大口，瞬间摧毁了度假村。一连串的巨浪将这里彻底变成一片汪洋。据统计，这里有3万多人消失在了大浪中。而恐怖的海啸仍然还在不断的沿途破坏，所到之处，房屋、树木、花草全部被连根拔起，死神步步紧逼着可怜的人们。甚至远在3000公里的马尔代夫也未能幸免。由于地势低洼，海啸将马尔代夫群岛全部淹没于海水之中。这里有大量在圣诞假期来度假的游客被巨浪吞噬。最后，无情的海啸一路把混乱带到了6000公里之外的非洲索马里亚海岸，但丝毫没有想要停下来，最后在这里还残暴地夺走了超过300人的生命。至此，这场震惊世界的历史级大海啸终于结束了。当海啸结束，浪潮退去之后，曾经热闹非凡的度假胜地，此时已经千疮百孔，面目全非。残破的大地上哀鸿遍野，受灾各地一片狼藉，瓦砾混杂着遇难者的尸体出现在各个角落。幸存的人们纷纷都在急切地寻找自己失散的家人。人们有的呆若木鸡，有的失声痛哭，有的因失去亲人在撕心裂肺的哀嚎。眼前的景象犹如人间地狱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这场灾难共夺走了将近30万人的生命，光是苏门答腊就大约有17万人死亡，其中有1/3是儿童，他们幼小的身体完全无法和海浪抗衡。这场灾难的威力震惊了全世界。海啸波及范围从泰国一路横跨了6000公里，来到了非洲，这相当于地球周长的1/7。我们总以为危险离我们很远，总以为来日方长，却不知道戛然而止也是人生的一部分。在此，愿逝者安息。在有限的生命里，珍惜眼前的幸福，心怀敬畏之心对待自然和这个世界。下一期我们来看看南亚大海啸都有哪些奇异的先兆，并且有上百人因此得以幸存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，记得关注我们，你的订阅和关注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。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。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。生活是美好的，大家照顾好自己。
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